少亲自带此人前来检测血脉，必定对其极为重视。如果我能帮其争取到进入血雾圣地的机会，也算是卖了陈少一个人情。怎会如此？即使未能进入大考前10，可拥有如此稀有血脉，也应当许以特例。我身为血脉圣地会长，待我向陛下言明此事，并尽力为他争取进入血雾圣地的名额。陈少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劳烦东方千会长。如若东方千会长真能帮林天得到这一机会的话，血脉圣地今后如有需求，秦晨定当义不容辞。陈少言重了，我定会尽力而为。那我便先行一步，前去皇宫觐见陛下，尽早将此事定下来。啊，二位继续，不用送。如果东方千会长真能帮你争取到血雾圣地的名额，对你将大有裨益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必须修炼与你血脉属性相契合的功法。如果你只是修炼一般功法的话，算是暴殄天物，修炼成果将与常人无异。可我上哪儿去找跟我血脉契合的功法？我这儿有13种天级功法，你可以挑选一种。陈少，你没发烧啊？还是说修炼走火入魔了？天级功法我大玄国皇宫都没有一本，你身上怎么会有？鬼阴地诀，不行，此法过于邪恶了。冥王宝剑，对经脉的损伤太大。对，万影天镜，此功法倒是十分适合林天的体质。对，林天，我现在传授给你万影天镜。此法是所有天级功法当中赫赫有名的一种，而且在所有幽冥系功法当中，也算是最强的功法之一。此功法一共有9重，以你的资质，修炼到前6重应该不成问题。能不能修炼到第9重，就看你自己造化了。哦。原来真的是天级功法。陈少，你的恩情，我林天铭记在心。行了，你就别嘴皮了，回去记得好好修炼。好嘞，那谢陈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得赶快回天心学院了。哎，学院大比都结束了，你还去学院干什么？不是陈少，你难道忘了，今天是炼药师考核的日子？炼药师考核？对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对炼药师不感兴趣。这样的，丹阁与天仙学院啊有合作，凡是炼药学徒呢都可以参加丹阁的炼药师考核，每年就只有这1次机会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我都报考2年了，可如今快毕业了，还只是一个高级炼药学徒。要是能成为炼药师就好了，这样就能有幸结识丹阁高层，对我家药材生意肯定大有助益。炼药师，如今我修炼接触瓶颈，急需大量丹药。如果能考个炼药师，倒也方便，甚至还能跟丹阁进行一些合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陈少，陈少，我说我要走了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啊？不是吧，陈少？哎呀，虽然你是学校大考的头名，但是这炼药跟武道完全是两码事。况且
这个，你之前的炼药课也不及格，怎么能考得上嘛？炼药师考核能有什么难的呀？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再晚赶不上了。清晨，美女，这家伙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来参加炼药师考核的吧？谢谢啊。大哥，秦晨可是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他凭什么参加考核？这小子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有事吗？我们来参加炼药师考核。把学徒令牌给我。哦。你的呢？我没有学徒令牌。没有学徒令牌，那还来参加什么炼药师考核？学徒令牌？去，赶紧一边去！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还参加考核？好大的威风啊！哎，清晨，炼药师考核可不是儿戏，还是按照规定来吧。谁说没有学徒令牌就不能参加炼药师考核的？这还需要规定吗？根据无欲丹塔规定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炼药师考核。炼药学徒不过是各地丹阁私下定的罢了，丹塔根本就没有承认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能代表大陆至高的丹塔不成？哟，你小子居然还知道丹塔？不过丹塔是丹塔，在这里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走，再不走，我叫人把你们赶出去了。啊，我说，怎么回事？陈木药师，一品炼药师，里面马上就要开始炼药师考核了，你们在外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陈木药师，这个人没有学徒令牌，却非要参加考核，你说他这不是捣乱吗？年轻人，做事不要好高骛远。炼药师考核之前，必须先成为炼药学徒。丹塔规定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炼药师。我看您也是一名一品炼药师，难道连丹塔的宗旨都不懂吗？你放肆！竟敢这么跟陈木药师说话！陈木药师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将这小子赶出去。慢着，丹塔的确有这样一条规矩，但丹塔同样规定，任何人不得亵渎炼药师这个职业。你不是炼药学徒，没关系，但若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，那可是重罪啊！你确定要参加？那是自然。那好，王管事，给他报名。哎，拿着，这是你的身份凭证，从那边进就可以了。哼，大哥，这陈木药师怎么会答应让这小子参加考核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自讨苦吃，这过不了多久，肯定会被灰溜溜的赶出来的。哎，陈少，那个人啊叫王安，考了有几十年了，特执着，也算是咱们天心学院的一个名人了吧？能如此坚持，而且有毅力的人，必定不是普通的人。秦晨，你真的有把握？哎呦，连个高级学徒都不是，来这丢人现眼的。各位，大家都是来参加考核的，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？楚老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
身上，别理他们。臭老头，让你多嘴！都给我安静！本次炼药师考核共分3轮，第1轮笔试，第2轮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，第3轮是真正的炼药师考核。现在开始进行第1轮考核。请写出分药的13种基本手法，以及每种手法的优缺点。破罗叶的生长习性和药性，它在丹药炼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并写下3种需要用到破罗叶的丹药，请描述火石矿在炼丹中的作用。陈兄啊，这一次考核的试题出的难度极高。我看这些学徒中啊，很多人要败兴而归了。算他们运气不好，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也不知道这些人里有几个能通过笔试。几位丹阁执事里，流光大师最为严格。我粗略地看了一下，他出的题目极为刁钻，就算是你我作答，一不小心也会掉入圈套。更何况这些新来的学徒了。就看他们运气了。哎，陈兄，那不是你刚刚训斥的那小子吗？就是这小子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？竟然随意的乱写，真该将他驱逐出去，严厉惩罚。我看不会吧？就算此子写得快了些，也不会故意乱写捣乱吧？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他连个炼药学徒都不是的小子，怎能对答自如？我看倒也是。可惜丹阁有规矩，不能剥夺他的考核资格，要不然早将他赶出去了。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。秦晨这个家伙，他怎么一个笔都没听过？哼，那秦晨从未上过炼药课，他能懂什么？怕不是在胡乱写罢了。哼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只剩最后2道大题了。如果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地级巅峰武者，在妖祖山脉中寻找药材，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清香，令你浑身毛孔舒张，陶醉万分。排解都发现前方100米的一片灌木丛中，长着一株百年龙涎香，而在你的感知中，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一头妖兽，你该怎么做？接下来这道题好像更有意思。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在妖祖山脉中历练的时候，被白刃毒株伤到了手臂，毒素让你的手臂很快就失去知觉，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你的心脏蔓延。而这个时候你身上又没有解药，最近的城市也在千里之外，该怎么做？确实有意思。魔族为祸，五欲大乱。上神秦晨将士，除魔未到，荡清宇内，被尊为武神。
皎皎明月与君语，潺潺流年与君同。芸芸花落与君老。陈哥哥，希儿，你说这天道究竟是什么？日月与卿，朝为日，暮为月，卿为朝朝暮暮。我只想与陈哥哥相伴一生，哪管这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天之恩惠，想让我们在这天道轮回之中感受芸芸众生。陈哥哥，我们是五欲之主，这众生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希儿，你不懂。众生皆苦，就犹如这花瓣一样，只为了绽放的刹那，便会消散如烟。希儿，我们希儿，你陈哥哥，别怪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希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对我？少羽，雷电河。奸臣，看我的星河绝印！哼，奸臣，就算你修行绝世，也难逃我的手掌。
然，向你！清晨，你中了天绝之毒，一身神通十不存一。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困住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天魂剑术，希儿，别让他跑了！追！秦晨，无论你怎么逃，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希儿，少羽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们一个是我最爱的人，一个是我兄弟。为什么？清晨，在你出现之前，我和少羽便是两情相悦。之所以愿意和你朝朝暮暮，不过是为了利用你。本想把你当做一个踏板，没想到你这个家伙还挺有能耐，一路开疆拓土，替我建立了天武帝国。也不枉我这么多年和你虚情假意的做兄弟，还要忍受日复一日你和希儿卿卿我我。和你相处只会让我感到厌恶。我和少羽早就约定好了，等我们成为9天5地之时，便是你命丧黄泉之日。届时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回到他身边。秦晨，我承认，你的确是个人物，能凭一己之力在五域成为一代传奇。很可惜，今日你就要命丧于此，成为我开国的祭品。不过，看在多年兄弟情分上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只要你留下一样东西。你们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了。你闭关多日不出，想必一定是在研究从神禁之地带出来的那件神器。只要你留下它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我前尘看破了天机，却没看透人心。
我追逐了半生，都在与天命抗争，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少羽，你还是不懂我。我前尘贪生，却从不怕死。小心！想死没那么容易，你就算死了，我也要斩断你的三魂七魄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陈儿。陈儿，我这是……你终于醒了，陈儿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娘亲还以为你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会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啊？听学院的人说，你和文夏公子诀都是真的吗？他怎会对你下此毒手？这不是存心要我孩儿的命吗？别杀我！陈儿，你怎么了？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的一切感受都是那么深刻。上官希啊，风少羽，他们都是谁？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种命数，让我脑海中多了这样一段记忆。没事吧，陈儿？我没事。你都已经昏迷3天3夜了，吓死娘亲了。以后再也不许你行事如此鲁莽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要是不在了，你让娘亲一个人怎么活？孩儿知道了。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喝下这汤药，补补身子。娘亲年轻的时候，号称大选第一美人，是王都无数王侯公子爱慕的对象。提亲的媒人带着礼物踏破了门槛，甚至于当今圣上听说娘亲的美貌，都有意纳她为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娘却突然离家出走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
3年后，娘才回到秦府，怀里还带着一个婴儿，未嫁生子，这在整个天武大陆都是极为忌讳羞耻之事，属于不守妇德。若不是我的外祖父力排众议，以秦家的血脉名义收留了我们母子俩，恐怕我跟娘亲早就被逐出秦府，流浪街头了。陈儿，虽然这一次你没有觉醒血脉，但是不要紧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没有觉醒血脉？哪怕你成为不了一名强者，也没有关系。娘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不会被这点挫折击垮的。既然如此，娘就放心了。大小姐，开个门还这么慢吞吞的。胭脂，晨儿刚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不要惊到她。哎呦，原来陈少爷醒了，那可真是恭喜了。你来干什么？陈少爷就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可不是来找你的。大小姐，你和我们夫人的约定应该没有忘记吧？晨儿，你好好休息，娘出去一趟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。傻孩子，娘就在这王府之中，你好好休养身体，娘亲去去就回。娘，你告诉我，你跟赵夫人到底约定了什么？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本姑娘告诉你得了，你娘答应了我们夫人今天和齐王爷见面，现在齐王爷已经到了大厅，就等你娘过去了，你可别坏了我们夫人的好事。你说齐王赵启瑞，赵凤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竟然让我娘去见赵启瑞那个混蛋！你，滚出去！你是什么？大小姐，看你教的好儿子！你和齐王爷的事情，当初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想反悔不成？不可能！赵启瑞那个狗东西，之前来找过我娘多少次，都被我娘一口回绝了。我娘怎么可能答应他？这你得问你娘亲啊。晨儿，你伤病初醒，当心伤了身子。娘只是去见他一面，不会如何的。娘，你现在去见他，岂不是往火坑里跳？陈少爷还有脸问？当初你与人私斗昏迷不醒，眼看就要活不成了，你母亲恬不知耻的在我们夫人门外跪了一夜，求她赐下回神丹。要不是我们夫人……你住嘴！赵夫人当初可是答应过我，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母亲为了救我，竟说了这般虚说。大小姐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走。娘，我们哪儿都不去。从今天起，孩儿不会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至于你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叫你一声陈少爷，还真当自己是个少爷了？放肆！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是秦府一个丫鬟。哎呦，大
大小姐还跟我显摆起来。夫人早就料到你会出尔反尔。来人呐，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，别让夫人和贵客久等了。大小姐，得罪了。谁敢动我娘？你这个废物！别忘了这个家是谁做主，还不快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！夫人怪罪下来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陈少爷，是赵夫人让我们带她走的。倘若你执意阻拦的话，就休怪我们两个不客气了。不要命的话，可以试试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娘！你们这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信不信我按家规把你们流放3000里，一辈子翻不了身？胭脂姑娘，她秦晨毕竟是秦家的人，当真把事情闹大的话，咱们这些下人可没好果子吃啊！哦，是谁要流放谁呀？夫人，这么小的事儿都做不好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奴婢无能，请夫人责罚。先退一边去吧，丢人现眼。是。哎，月池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没想到啊，我这外甥昏迷了几天，变得这么有胆量，居然要流放我的人，哼，还真是长志气了。赵夫人，晨儿她还年少，只是一时冲动，口无遮拦，还请夫人不要同她计较。年少，身为秦家子弟，不知勤学好进，却在学院与人私斗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欺辱下人，违反秦家家规，该当何罪啊？晨儿她并非有意。该当何罪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你，哼！你身为秦家主母，却纵容下人随意欺辱秦家子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秦家家规。你和王都声名狼藉、为人不齿的淫徒来往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妇德。哎，这我今日是特意来看月池妹妹的，你怎么连本王也给骂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齐王爷乃我家王兄。说的没错，这个赵夫人祖上与王氏也有些渊源，称我一声王兄也不算僭越呀。我可没说你就是那个淫徒吧？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即使身为兄妹，私下幽会，也的确有违伦常之举了。赵夫人，你身为皇上御封的诰命夫人，本应该成为天下妇人的表率，行为端庄。此事若传出去，秦家还如何在大玄国立足啊？你简直胡言乱语！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谁敢动我晨儿？大小姐，抱歉了。秦晨，你竟然还敢还手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！来人呐，家法伺候，以儆效尤。大胆，还不快把剑放下！放下！晨儿不要！娘放心，孩儿自有分寸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看过分的是你吧，赵凤。这，以后谁再敢打我娘的主意，下场就如同此晚。赵夫人，你不是说跟月池妹妹说好了吗？齐王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哼！月池妹妹，
今天这事儿，本王并非有意冒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齐王请自重。啊，月池妹妹，闭嘴！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。秦勇，别在门外站着了。是。把他给我就地正法。陈少爷，你还是束手就擒，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奴僭越了。哼！都给我住手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这小畜生简直反了天了，不仅打伤了护卫，还弄伤了齐王爷。够了！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这可不是我要闹，是这个小混蛋。他是你外甥，他要是混蛋，我们秦家是什么？你身为秦家主母的仪容呢？秦王爷，我秦家管教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秦家子弟，都敢对本王动手了！哼！月池妹妹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秦远红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给我交代。今天这事，秦某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不过王爷今天到毕府来看舍妹，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吧？秦某府中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就不留王爷了。秦远红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没完！哼！不送。王爷，还有你们，该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去。是。是。我走。哼，月池妹妹，今天这事儿，本王并非有意冒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齐王请自重。啊，月池妹妹，闭嘴！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。秦勇，别在门外站着了。是。把他给我就地正法。陈少爷，你还是束手就擒，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奴僭越了。哼！都给我住手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这小畜生简直反了天了，不仅打伤了护卫，还弄伤了齐王爷。够了！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这可不是我要闹，是这个小混蛋。他是你外甥，他要是混蛋，我们秦家是什么？你身为秦家主母的仪容呢？秦王爷，我秦家管教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秦家子弟，都敢对本王动手了！哼！月池妹妹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秦远红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给我交代。今天这事，秦某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
不过王爷今天到毕府来看舍妹，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吧？秦某府中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就不留王爷了。秦远红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没完！哼！不送。王爷，还有你们，该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去。是。是。走。哼。秦晨，长出息了，都敢动手伤人了。刀剑无眼，快收起来！三妹，还在怪大哥吗？侯爷，月池不敢。当初你背着家里出去，又未婚生子，给秦家带来多大的影响？我身为家主，也是出于无奈才……月池不怪侯爷，一切都是月池自作自受。唉，过去的事不提也罢。今天的事，我可以暂时不追究。半个月后便是天星学院大考，你必须在大考前完成血脉觉醒。好让王都的达官贵人们都知道，我秦家的子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而不是废物。娘，娘，没事吧？娘没事。娘，你饿了吧？娘给你做点吃的。好。晨儿，快吃吧。慢点。晨儿，你舅舅官拜中郎将，封安平侯。他是一个极其铁石心肠之人。这一次，他没有罚你，不是他的行事风格。娘是想说，他今天表面上放了孩儿，但其实是等孩儿通不过学院大考，到时候更有理由一并处置孩儿。我的晨儿懂事了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一定会觉醒血脉，然后通过学院大考的。娘相信你。以晨儿的年纪，血脉觉醒已无可能。但是，身为母亲，能做的只有相信他。晨儿，哪怕我们不在秦家，我也会。娘，就算你现在就要离开秦家，孩儿也有能力养活你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半分委屈。晨儿，你的修为怎会？
孩儿在睡梦中修为好像有了些提升。睡梦。秦远红，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竟然帮着那个小畜生，还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扫了齐王爷的脸面。你说说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你问我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一天到晚在府中干了什么事？我还不是想让秦月池尽早离开秦家，省得那个小畜生以后霸占我秦家的家产。倒是你，竟然放过那个小畜生！哼，我就知道你们秦家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秦月池做出这等人神共愤的事儿来，你父亲非但没赶他走，还将他娘俩留了下来。现在那小子也姓秦，将来定会威胁到凤儿的地位和家产。我这么说，难道不对吗？你也知道父亲记挂着三妹啊。今天你把齐王带到府里来，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今天的事让他知道了，看谁能保得了你。难道就这么让那个小畜生在秦家待下去吗？所以我跟你说要忍。秦晨到现在连血脉都未曾觉醒，此次学院大考他必然通不过考核，到时我作为家主即可将他赶出秦家。那时候父亲也不好说什么，倒是你一天到晚尽在胡闹，真是妇人之见。哦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你个妇道人家，只会坏事，能干什么呀？也对，秦家子弟个个武艺超卓，若是那个小畜生通不过学院考核，届时再将他逐出，到时老头子也无话可说。哼！秦晨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？哼！为了娘亲，必须尽快变得强大起来。第一步，觉醒血脉。夫人，那小子一直待在屋里，并未出去。属下要不要继续派人盯着？不必了，短短半个月时间，他又能掀起多大风浪？这一次，那小子铁定会被逐出秦府。哼！啊！无法觉醒血脉，原因无非有二：一是这体内的气脉太过稀薄；二是这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。
这是我在神境之地得到的一把神秘古剑，传说是从天界流传下来的。你整日闭关不出，一定是在研究从神境之地带回来的神器吧？只要你留下它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风少羽和上官希儿想要得到的，便是此物。这体内的气脉已经全部定型，想要觉醒血脉的话，这能破而后立。陈儿，娘，我出去一下，去就回。注意安全。哦。可不要再惹是生非啊！终于到了。炼制天脉神针的材料十分珍惜，就是不知道这气殿里有没有。寻常人来到气殿，必定战战兢兢。此人年纪轻轻，气势不凡，想必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公子。这位公子，欢迎来到气殿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购买几种炼器的材料，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啊？公子说笑了，连气殿都没有的炼器材料，您就是翻遍整个大玄国，也未必找得出来。公子，您这怕不会是写错了？我在气殿待了4、5年，这上面大部分的材料，我可从来没见过。这大玄国果然是地处偏远。我也将那几种高阶材料都换成了普通材料，没想到还是没用。若是不能炼制成天脉神针，就没有办法破而后立。公子，您在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跟你换几种材料吧。有笔墨吗？有，公子这边请。灵山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灵山见过秦奋公子。郡主啊，你此次前来气殿，所为何事啊？家父让我来拜见梁羽大师。正好，我也有要事要找梁羽大师，不如我们一同前往。行。哎呦，这不是秦晨弟弟吗？听说你连血脉都还没有觉醒，怎么，这当不了一名武者就改行当炼器师了？秦奋公子，这位也是你们秦家子弟吗？灵山郡主啊，这位就是我姑姑的儿子，也是我秦家那一位私生子，
原来是他。秦晨，这里可是气殿啊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几种材料你有吗？什么材料？让我看看。黑曜冥石，这东西价值1000金，你也买得起啊？还有这些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也知道黑曜冥石啊？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今天就让你开开眼。这是我父亲花了38000枚银币，从通天阁拍卖行买下来的，想找梁羽大师为我炼制一把宝兵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你，秦晨，你连血脉都没有觉醒，出来肆意招摇，简直丢我们秦家的脸！你现在这语气，还真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。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秦范公子，请住手。两位公子，这里是气殿，严禁私斗，否则不管什么缘由，都会严厉处罚。拜见梁羽大师。今天算你走运。拜见梁羽大师。炼气师，在下秦奋，安平侯次子，想请梁羽大师用黑曜冥石为在下炼制一柄宝兵。你想炼制什么？一柄3尺利剑。黑曜冥石乃顶级炼器材料，只需一点点便可。家父说了，此次炼制无论成败，剩余石料全由梁羽大师自行处置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多谢梁羽大师。梁大师，晚辈赵灵山，家父赵静，这是家父给您的一封信。原来是灵山郡主。这难道是？我和康王爷有些交情，他在信里说，你想成为我的弟子。是，晚辈想成为一名炼气师。我收弟子，向来不问身份来历，只问天赋资质。你若不合格，即便是康王爷的女儿，我也不会收的。晚辈知晓。那好，你跟我来吧。你跟过来干什么？晋升。你习武已久，武道天资方面已经足够了，只要过了灵力测试这一关，我便答应收你为徒。现在，将你的灵力输入到这根石柱中。是。
成为一名炼器师，最重要的是灵力天赋。唯有强大的灵力，才能在兵器中篆刻下各种铭文，使普通武器能够成为一柄宝兵。灵力强度够了，松手吧。接下来，测试灵力天赋，将你的感知融入到这块水晶中。还算不错。梁大师，我通过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梁宇的第9名弟子。弟子拜见师父。恭喜灵山郡主拜师成功。多谢秦分公子。灵山郡主客气了，能够陪灵山郡主前来，是我秦分的荣幸。闲话说完了，你们2个可以走了。是。灵山，你跟我来。你叫梁宇？秦晨，你疯了吗？竟敢直呼大师名讳！大师，舍弟不懂规矩，还请梁大师见谅。你应该刚成为炼器师没多久吧？秦晨，看在你还年少的份上，我不和你计较。现在，给我滚出祭殿！想要成为一名炼器师，就必须炼制一把宝兵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当年考核炼制的应该是一把火属性的宝兵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你炼制的是一把火属性的宝兵，我还知道你就要死了。秦晨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回去我禀告父亲，将你和你娘逐出我们秦府。梁大师，还请不要动怒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梁宇，只有我能解你的毒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绝对不会出手。你从何处知道我中毒的事？你运动真气的时候，天门、中枢2穴，是不是会感到不适？真是可惜呀！好好的一个炼器天才，如今就要经脉尽废，变成一个死人了。你究竟是谁？师父，你没事吧？你们都给我退下！听到了吗？都给我退下！刚才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考核时炼制的宝兵，主材料是赤岩石。为了中和赤岩石的灼热性，增强其延展性，在炼制过程当中，你增加了绿魅石。我说的对吗？绿魅石是制作魅毒的主要材料，最经不起炎性物质的催发。你为了通过考核，居然用了这等手段，如此投机取巧，如何配得上你炼器大师之名了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一派胡言。魅毒并不致命，所以你当然无所谓。但是你为了解毒，服用了大量的解毒丹。解毒丹的主材料可是寒属性的空灵花，它非但没法帮你解掉魅毒，而且会让你的魅毒在体内巩固下来。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只是一名炼器师，又不是一名炼丹师。竟然被这小子说中了。为了驱除魅毒，我花大价钱购买了一枚特级解毒丹，谁知道服用之后，魅毒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浑身经脉都疼痛起来。不过你既然不肯配合，我又何必多管闲事？你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，准备好后事吧。且慢，这位逍遥，你真有解毒之法？你不是说我危言耸听吗？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阁下见谅。如果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带路吧。去哪儿？你应该有自己的炼器室吧？我想炼制一样东西。这边请。啊！不知小友想炼制的究竟是何物？小友是从何处获得这张图纸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只管帮我炼制即可。墨迹还未干，莫非是什么传世之作的临本？不，即便是临本，光是这娴熟的笔法，也一定是出自大师之手。这精细程度令人惊叹，毫无瑕疵可言。你还要看多久啊？这神针的精妙程度远超想象，至少要炼器宗师才能炼制，我恐怕无能为力。这些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会指导你炼制。你？那炼制的材料用什么？就用你方才得到的黑曜冥石。这可是安平侯二公子嘱托我炼制宝兵用的，用掉了，我该如何解释？你自己应该有办法吧？再说了，是炼制神针还是宝兵，你应该心里有数。我要如何才能相信你？宜沉不宜急，运气的时候避开鸠尾穴。不出多时，经脉的疼痛会全部消除。确实好多了。此法呢，只会帮你暂时得到缓解。等你事情办好之后，我会将解毒的方法告诉你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开始吧。实在是太慢了。你在黑曜冥石上撒一些石华粉。石华粉？这东西撒在黑曜冥石上有什么用？岂不平添杂质？
变成了一块废料。让你加你就加，届时跟杂志一起剔除即可。这是你让我加的，废掉了黑曜冥石，可别怪我。愣着干什么？剔除杂志。